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我在 Kraft Heinz 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我为这些品牌付出了太高的价格。能让巴菲特公开认错的投资不多，这是其中一个。Kraft Heinz 代码 KHC， 当前股价大约23美元，历史最高点63美元出现在2017年，7年跌了63%。一家拥有全世界最知名的番茄酱、奶酪和热狗品牌的公司，市值从1400亿美元缩水到了不到300亿。更戏剧化的是，这家公司正准备在今年下半年一分为二，合并10年之后又要拆开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故事要从2015年那场世纪合并说起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联手巴西私募巨头 3G Capital， 用490亿美元把 Kraft 和 Heinz 合并在了一起。Heinz 是全球最大的番茄酱品牌， Kraft 是美国家庭餐桌上的代名词。合并后的 Kraft Heinz 成了北美第3大、全球第5大食品饮料公司，旗下有超过20个品牌，其中8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。3G Capital 的打法很简单，也很残酷，削减成本。他们有一套叫做零基预算的管理方法，每年每个部门的预算都从零开始逐项编制，不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加减，而是从头证明每一笔钱的必要性。合并之后的2年里， Kraft Heinz 砍掉了上万个岗位，关掉了好几家工厂，把经营利润率拉到了行业最高水平，股价一路涨到了63美元。华尔街欢呼。3G Capital 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价值投资案例。3G Capital 的3位巴西创始人被称为零基预算3剑客。他们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改造了百威英博，把一家啤酒公司变成了全球最大的饮料集团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在食品行业也能复制这个奇迹，但 3G Capital 的野心不止于此。2017年初， Kraft Heinz 向联合利华发出了14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，想把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之一也吞下去。联合利华的董事会在几个小时内就拒绝了， Kraft Heinz 被迫撤回报价。如果这笔交易成了，合并后的公司将是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品集团。但联合利华的管理层说了一句话：我们不相信 3G Capital 的削减成本模式能给我们的品牌带来任何好处。事后来看，联合利华拒绝的太明智了。在股价最高点的2017年，3G Capital 信心爆棚，准备更大的猎物。他们向联合利华发出了14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，如果成功，将是人类历史上第2大并购案。联合利华的掌门人 Pullman 在伦敦总部听完提案之后，当场拒绝，说这个出价毫无财务和战略价值。英国政府介入，威胁启动国家安全审查。巴菲特不愿意打敌意收购的仗。2天后 Kraft Heinz 撤回了提案，这是 3G Capital 第一次在公开市场上吃瘪。Pullman 后来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回顾了这件事儿，他说 Kraft Heinz 砍的不是脂肪，是肌肉。记分牌不会说谎。然后一切崩了。2019年2月， Kraft Heinz 宣布了一笔154亿美元的商誉和品牌减值，一夜之间蒸发154亿，同时披露正在接受美国证监会关于采购会计处理的调查，股价单日暴跌27%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当天账面亏损超过40亿美元。3G Capital 的合伙人 Horst Paulo Lehmann 后来公开承认，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拥有了一个不会衰败的金矿，我们错了。问题的根源很简单， 3G Capital 只会砍成本，不会做增长。他们削减了研发支出，砍掉了营销预算，冻结了新产品开发。短期内利润很好看，但品牌力在持续衰退。消费者开始转向自有品牌和新兴健康食品品牌。Kraft 的美式奶酪， Oscar Mayer 的火腿肠， Maxwell House 的咖啡，
这些曾经统治美国超市货架的产品，一个接一个失去了市场份额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消费者的口味在发生根本性变化，有机食品、植物基蛋白、低糖低盐产品的增速远快于传统加工食品。Kraft Heinz 的产品线几乎全是高加工、高钠、高糖的传统美式食品。年轻一代消费者对这些品牌没有父辈那样的情感连接。2019年到2024年 Kraft Heinz 几乎每年都在做大额减值。Ore-Ida 冷冻薯条、Maxwell House 咖啡、Oscar Mayer 火腿，这些品牌的商誉被一笔一笔注销，公司的总减值累计超过了200亿美元。巴菲特在股东信里承认，他高估了这些品牌的护城河。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：零售环境在变化，消费者在变化，但我们的产品没有变。更耐人寻味的是巴菲特跟3G Capital 的关系。巴菲特一直称赞3G Capital 是杰出的运营者，但在 Kraft Heinz 亏损之后，他悄悄跟3G Capital 保持了距离。3G Capital 的2位合伙人在2023年和2024年先后退出了 Kraft Heinz 的董事会。巴西三剑客的零基预算神话彻底破灭了。他以为番茄酱和奶酪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消费品，但消费者的口味在变，竞争在加剧，而 Kraft Heinz 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跟上变化。然后新掌门人来了。2025年4月 Steve Cahillane 接任首席执行官。他之前是家乐氏的掌门人，把家乐氏成功拆分成了2家公司。他来 Kraft Heinz 的任务也是一样的，拆分。2025年9月 Kraft Heinz 宣布将在合并10年之后拆成2家公司，一家叫全球品味提升公司，主要做调味品，包括 Heinz 番茄酱、Primal Kitchen 和国际业务。另一家叫北美杂货公司，包括 Kraft 奶酪、Oscar Mayer、Maxwell House 和冷冻食品。拆分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。逻辑很清楚，调味品业务有全球增长潜力，适合高投入、高增长的策略。杂货业务是成熟的现金流生意，适合控制成本和稳定分红。2个业务放在一起互相拖累，分开之后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Cahillane 对这个操作非常有经验，他在家乐氏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把零食业务和早餐谷物业务拆开。拆分完成后，零食公司 Kellanova 被马氏以360亿美元收购。如果 Kraft Heinz 拆分后的调味品公司也吸引到类似的溢价收购报价，这笔交易可能成为2026年最值得关注的食品行业事件。来看刚刚发布的第1季度财报，收入 60.5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0.8%， 华尔街预期只有 59.4 亿，调整后每股收益 0.58 美元，预期 0.50， 超了 16%， 净利润 7.98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2%， 毛利率 36.7%， 同比提升了230个基点，但调整后毛利率 34.1%， 下降了30个基点。原因是能源和原材料通胀抵消了成本节约和涨价的效果。最值得关注的是市场份额的变化，在全部业务品类中，持有或获得市场份额的比例从去年的 21% 提升到了第1季度的 35%， 到3月份进一步上升到 58%。 这说明推 Cahillane 的策略正在起效。国际业务是唯一的亮点，新兴市场和餐饮渠道的增速明显好于北美零售。Heinz 番茄酱在全球大约140个国家销售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品牌。拆分之后，调味品公司将继承这份全球资产。他在电话会上把这个策略叫做对消费者的狂热专注。Kraft Heinz 正在把至少 5.5% 的收入投入到营销上，这个比例比3G Capital 时代高了将近1倍。冷冻食品从大力做降级为稳住，饮料从做升级为大力做，奶酪从稳住升级为做，品类优先级在被全面调整。
但指引很谨慎，下季度收入预计下降3%到5%，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1.98到2.10美元，全年有机收入预计下降1.5%到3.5%。政府的食品补助计划削减从第二季度开始会成为1%的逆风。管理层在电话会上透露，2月和3月已经观察到食品补助交易量的下降。对于一家85%的收入来自零售渠道的公司来说，低收入消费者的购买力变化直接影响销售额。伊朗冲突推高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，预计第3季度开始冲击利润率。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偏谨慎，17个分析师里大部分给的是持有评级。摩根士丹利给了22美元的目标价和低配评级， Piper Sandler 给了23美元和中性评级， BNP Paribas 最悲观，目标价只有18美元，平均目标价大约24美元，跟当前股价差不多。跟同行比一下，通用磨坊的经营利润率大约17%，康尼格拉大约15%， Kraft Heinz 调整后大约21%，仍然是行业最高之一，但收入增速是最慢的。通用磨坊的有机收入增速大约0%， Kraft Heinz 是负0.4%。整个包装食品行业都在面临消费降级和自有品牌的冲击。Morningstar 给的公允价值只有2.5美元，这个数字看起来离谱，但他们的逻辑是 Kraft Heinz 缺乏真正的护城河，番茄酱和奶酪的品牌忠诚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超市自有品牌的质量在快速追上来，而且便宜20%到30%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伯克希尔近期向证监会提交了一份文件，允许自己出售 Kraft Heinz 的股份。这不代表巴菲特一定会卖，但这份文件打开了退出的大门。如果伯克希尔真的开始减持，对市场的心理冲击会非常大。回到巴菲特，伯克希尔至今仍持有 Kraft Heinz 大约26%的股份，按当前价格算，这笔投资的市值大约70亿美元。当年的投入是490亿的一半，大约245亿，加上后续追加，账面亏损超过150亿，这是巴菲特职业生涯中亏损最大的单笔投资之一。但故事没有结束 ，K.T. Lane 如果能成功完成拆分，并且让调味品业务获得更高的估值倍数， Kraft Heinz 的股东可能会看到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拆分释放价值案例。家乐氏拆分后，两家公司的市值之和比拆分前高了30%。如果 Kraft Heinz 也能做到，23美元的股价可能只是起点。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分红。Kraft Heinz 目前的年度分红是每股1.6美元，按当前价格算，股息率接近7%。在整个标普500里，这个收益率排名前10%。即使股价不涨，光拿分红，每年也有7%的回报。对于喜欢稳定收入的投资者来说，这个数字很有吸引力。同时，公司近期还启动了11亿美元的高级债券回购要约，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，在拆分之前清理债务，给两家新公司一个更干净的起点。做这类深度内容确实不容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